你会发现你一直在不断的推翻之前的修行，发现你怎么修都错哈。阿龙坡有说过哈，当你觉得你修行很好的时候，你正没有修行。当你觉得你很觉知的时候呢，常常你是失去觉知的。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喜乐，很高兴又跟各位见面咯。这次我们喜乐来开杠呢，要聊一下呢，喜乐对于修行上的心得跟感想最近的。首先第一个呢，喜乐想要分享的观念呢，就是呢，修行是要永恒不间断的。这个应该是老生常谈，我们都说我知道啊，修行就是要不间断啦，要努力修行啊，要认真修行啊。因为我常常发现很多的朋友修行是这样的，很认真的修行了好几天然后呢就很努力的修行，要每天10万佛号什么的然后呢修一修，然后觉得好累然后就垮掉了又一阵子不修，这样子一阵子呢又觉得有点罪恶感，说我怎么没有好好修行，我怎么那么懒惰放逸整天在滑手机都没有在修行，又开始努力修行起来，这样子反反复复我是这么认为啦，因为我觉得这样的一个修行的状态呢，反反复复的状态呢，其实在修行上是很难取得进步的就像我们煮一壶水，如果我们瓦斯把它开了我们如果保持了一定的温度火力不一定要全开或最大，但是呢你保持了一定的温度加热加到最后呢，这个水终有一天会滚。可是呢如果呢你很猛的火加了很小短的时间，然后呢就把它关掉，等到水冷掉然后你再加热，这样子的话呢，反反复复的话呢，其实呢水是不会滚的，反而呢因为反反复复之后你会觉得一直没有进展然后最后你真的完全放弃。所以呢我是觉得我个人的体会当中呢，保持一个每一天有一个很短的时间的仪式或者是固定的修持是很重要的。龙婆帕默尊者也强调每天都要保持一段时间呢，要做固定形式的修行。虽然我们修行说都是在日常生活中觉知自己觉察自己可是呢如果呢没有这样固定时间的修行其实对于一个在家人来说呢，其实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怎么说呢？因为呢我们没有固定时间的修行呢，我们会失去一个标杆或者是失去一个定位这个定位有几个作用第一个呢，它给我们一个呢心力上的加持。我们在这个日常生活中的修持常常呢是迷失醒过来，迷失喜觉知，迷失觉知，这样反反复复的状态。可是呢我们常常会发现呢，我们迷失的时间都是很长的，然后呢觉知的时间都非常非常的短那主要就会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因为我们的定力比较弱，心力比较弱。那如果每天有固定形式的修行呢，这个地方是主要是用来培养定力跟心力的。如果呢我们有培养起来的话呢，你会发现呢迷失的时间会缩短原因是因为你的心力变强了，这是固定时间的修行。然后呢我是这么认为，就是说固定形式的修行当然啦如果以比较要求要修行的标准的话呢，应该是每天至少要30分钟啦但是呢因为现在生活都很忙嘛，所以呢我是这么认为，你至少要5分钟，每天至少要5分钟，做一个呢不要间断的功课。这个功课的内容呢不一定是要打坐，我们可以做一个简短的仪式，譬如说念诵经典。像喜乐的话，每天早上一定会修供养法几乎是没有间断的，供养三宝、护法龙天，来感谢诸佛菩萨护法龙天给予我们这样珍贵的修行的法门，解脱的法门，才开始出去工作。就像我的刷牙跟洗脸我想各位朋友大概很少会忘记刷牙跟洗脸吧。我也是把这个东西当做这样的一个在生活当中的一部分。那我修供养法的时间实际是很短的，大概就是5分钟，很少超过5分钟。但是呢它就是我早上起来呢，第一个是提醒要感谢三宝供养三宝累积福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它也是我一个清醒的时间，因为我要供养，所以我的心就会醒过来，我就会开始比较警觉跟觉知，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我正在修供养法，我正在面对佛菩萨，面对三宝，我的心呢就会比较凝聚，比较集中。至少这个5分钟之内呢，我的心呢是比较警醒跟觉知的，那就是一个很简短的修行了，并不是一个很困难的东西。只要呢我这样不断的去修的话呢，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定锚，至少提醒自己是佛弟子我们要保持觉知
至少有一个这样的作用存在。建议各位朋友呢来试试看。因为我上班的话呢，我是搭捷运，这个时间其实我觉得是蛮适合做修行的你会觉得说哪有可能这个捷运这么拥挤这么吵闹，然后呢你的心怎么可能是可以修行的这个时候呢我个人呢会用几种修行方式来做第一个我习惯会用全身扫描啦，因为它是动态的嘛，所以你也不容易太沉静，然后呢导致坐过站的状况通常从头到脚从脚到头看一遍我就到站了所以呢 OK 啦这是我个人的方式。但是呢各位也不一定要这样做各位可以用念佛的。观呼吸的话我会觉得比较容易坐过站，我以前就是因为观呼吸坐过站很多次，所以后来我就不观呼吸了我就一般来讲就是身体扫描因为这样子容易保持清醒的状态比较跟外界有互动的状态。所以呢这个东西呢我会觉得你就把它放到生活里面你就会不知不觉的就开始累积你的波罗蜜，累积你的清醒的时间。至于其他的时间当然我们就努力觉知啦，因为我们的心呢就是一下子沉迷在这些发生的事情境界当中一下子忽然又醒过来一下下很短的，然后又继续沉迷。我们在家人就是这样的生活但是呢尽量的去保持这样的一件事情。第二个呢我会觉得我们要设定几个事件这个事件呢代表呢我们这个时候尽量的保持清醒。我在下班的时候呢，因为我下班会骑摩托车到捷运站这段时间呢我就设定说我这一上车到捷运站这一段呢，我希望能够尽量的保持是觉知的很奇怪的你只要做这样的设定呢，你会发现呢你可能一整天都是沉迷的状态可是呢这段期间呢你醒过来的次数会增加。可是如果你说我要设定一整天，那就是通常都是没有但是如果你有设定一个有点有仪式感，就是我要回家了，然后呢我开始上了摩托车，我就开始提醒自己我要保持觉知，然后呢一直到捷运站这段时间呢尽量的保持觉知，但是呢不是紧张也许会迷失没关系，在觉知迷失觉知就是这样子有时候我会持咒来帮助，反正我会做各种方式来帮助啦，譬如说保持觉知呼吸啦，保持持咒啦，念佛啦等等的，让我自己呢心里有个家，然后我可以随时回到家，然后迷失了回到家，迷失了回到家等于是我在边骑摩托车的时候就是我一个短短的个人修行时间。我的交通时间通常我都会这样做，因为呢工作都很忙，然后呢其实我们常常在各个状态里面呢迷失了自己所以你说要保持觉知其实还蛮难的，但是通勤时间就是把它当做是保持一个有温度的修行。慢慢的你在中间的工作时间呢，从迷失中醒过来觉知的次数呢，你会发现呢会比你完全没有做这个东西要来的多非常多。第三个呢，觉知跟修行呢它要领其实核心是非常简单的，就是我们身心如果发生的状况的时候，我们知道它了知它，但是不修整不打压它我们的职责只要知道就可以了。可是说来简单做来难要领非常的容易，就是念头升起了知道，情绪起来了知道，我满意不满意知道都是知道及时的知道我们刚刚内心里发生了什么，我们的身体发生了什么，就这样就够了。虽然这个要领很简单，你会发现呢你常常是沉迷的，你常常是失去觉知的，或者你自以为在觉知，但是其实没有，还是迷在里面的。你只是做一个呢你自己正在觉知的梦，沉迷在这样的想象当中而已，其实你并没有觉知。困难是在这里。然后我会发现呢觉知是越来越细的，你会发现原来我之前认为的觉知其实笼罩在某一种无明当中的，我没有觉知到。每修一段时间，你会忽然发现我前面原来都没有在觉知了，我以为我在觉知，但是事实上呢我是沉迷在某一种自以为觉知的一个想象当中而已。你会发现你一直在不断的推翻之前的修行，发现你怎么修都错阿龙坡有说过当你觉得你修行很好的时候，你真没有修行。当你觉得你很觉知的时候呢，常常你是失去觉知的。为什么？因为当我们的心有满意的时候，然后有觉得还不错的时候，这样的满意呢本身呢就会障蔽我们修行，因为我们对我们的这个满意并没有觉知
满意我们要知道满意，不满意我们心里会不舒服，心里不舒服就有苦，苦是比较容易刺激觉知的，让我们心觉知起来。你在苦的当中呢，你没有马上就想要离开，而是警醒哦，刚刚发生了什么，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提醒。但是呢，如果呢我们觉得满意的时候，那我们特别容易迷在里面，是毫无所知的。尤其我们认为我们自己在修行在进步了，在沾沾自喜的时候，刚刚好呢，我们对这个沾沾自喜是毫无所知的。你觉得修行很好嘛？修行不错，我们就想要保持它，然后我就沾沾自喜，然后就一直跑到什么，开始去特别的去呵护我们所得到的这些所谓的好的境界。那这个时候呢，就特别容易迷失。所以呢，我们常常呢，这种迷失呢，常常是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我才发现啊，我之前那段前面都是自以为是的，完全不觉知我的沾沾自喜。可是这样没有关系，有发现就好，有发现就是进步。那常常给自己打气虽然觉得全部作废了，可是呢，心里还要告诉自己还好，我现在知道了，我可以更对这样的沉迷呢，可以记下来，下一次呢比较不容易再被骗进去。修行就是这样的反反复复，这就是修行的必然会发生的事情。我们如果能够接纳它的时候，我们的平等心、中立的心呢，会慢慢的培养起来。今天呢就先分享到这里，那也希望呢各位朋友呢，如果你们看到这个影片有所感觉，或者有一些想要回应的欢迎在下面留言喜乐很想要得到各位的回馈因为呢流量已经很低了再没有回馈，我不知道到底要录这个东西要干嘛是丢下去至少有一声响吧希望得到这样的东西啦。好，那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了如果各位觉得内容还不错的话，欢迎按赞、订阅跟分享如果呢想要得到新的影片通知，请按小铃铛。好，谢谢各位观赏，谢谢。